一只大灰狼突然闯入卧室，熟睡中的小哥察觉到危险，立即被惊醒，发现一只灰狼正目露凶光盯着自己。可还没等小哥起身，大灰狼就跟着家里的二哈跑了出去。然而小哥并不在意，又继续呼呼大睡。难道是睡懵了，没有看清楚那是只狼？当察觉到小哥不仅没起床，还又睡着后，大灰狼携带着二哈又闯进了卧室，接着一狼一狗便开始鬼哭狼嚎叫唤起来。直到将睡梦中的小哥重新唤醒后，一狼一狗才屁颠屁颠朝着楼下跑去。原来他们只是想要喊醒小哥，带自己出门遛弯。这只灰狼完全看不出有伤害人类的意思，反而还对家里的二哈言听计从，像个小老弟似的乖乖跟在二哈身后，完全看不出作为顶级掠食者的凶猛，甚至还透露出一副哈里哈气的模样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大灰狼1年前还是小狼崽的时候，被家里的二哈从野外给捡了回来。可以说他是被二哈一手带大的狼，但因为狼的体质长得比较快，仅仅1年的时间就比二哈大了一圈，现在更是成为了二哈最忠实的小跟班。不过二哈也确实一直充当着老大哥的角色，原先小哥也害怕狼野性难驯会伤害到自己，所以总会将他关在院子里放养，甚至还想要把大灰狼放归野外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二哈就会主动跑来为小弟求情，信誓旦旦向主人保证自己的狼弟弟不会惹事。最终在二哈以自己狗格的担保下，小哥才决定收养大灰狼，并允许他进入屋子。从那以后，大灰狼对二哈就更加的忠诚，因为他明白自己能留下来全靠二哈的提携，所以至今都心怀着感恩的心。即使现在体格已经比二哈还要壮硕，但还是对二哈敬爱有加。平时二哈让他往东，他就绝不会往西。要知道二哈全称西伯利亚哈士奇，都说它是由西伯利亚平原狼演变而来的，身体里流淌着90%的狼族基因，但真把它和大灰狼对比，就能发现明显的不同。可以看出，狼不仅嘴长牙齿还异常锋利，犀利的眼神里透露着一种骨子里的凶狠霸气。反观二哈的嘴型偏短，脸型饱满，较为可爱，而那充满智慧的眼神更是透露出一股清澈外加愚蠢。这时二哈泛起白眼，有点不服气的样子，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一头凶悍的狼。然而在日常相处过程中，二哈不仅没有学到大灰狼身上的戾气，反倒是大灰狼被他带得越来越哈里哈气。白天一狼一狗就一起在院子里奔跑撒欢，到了开饭时间，二哈就领着狼弟弟乖乖地蹲在主人身前，两个小家伙排着队接住主人抛过来的食物。要知道作为一只狼应该是食肉动物，这天小哥特地准备了一盆青豆，起初大灰狼望着素食迟迟不肯吃掉，但当他看到二哈吃得津津有味后，竟然也凑上去浅浅地尝了一口。这口吃完后就彻底接纳了素食。作为一条狼的他已经彻底被二哈给带歪了。原本小哥在院子搭了个房子让他睡觉，可现在看到大灰狼越来越温顺后，于是决定让他和二哈一起住进屋子里。此时二哈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狼弟弟今后却成为了他最大的敌人。起初一狼一狗还只是睡在床边的地毯上，可二哈已经习惯了跳上床和主人一起睡。大灰狼发现二哈上床后，他也立即屁颠屁颠跟着跳上了床。当看到二哈趴在小哥身边撒娇卖萌求抚摸时，他竟也有样学样，不停扒拉着枕头试图引起关注。可毕竟是第一次，导致动作太过僵硬，结果一个不小心把枕头给扒拉到了床底。不过他并没有过多在意，随后竟直接伸着大脑袋往小哥手上裹，似乎是在希望主人也宠溺自己。二哈见此情形也意识到大事不妙，直接将狗头伸过来挡在了小哥和狼的中间。虽然大灰狼是他最忠实的小老弟，但在争宠这件事上，二哈表示绝对没得商量，一次次想尽办法阻止小哥与大灰狼的互动。不得不说，真是一只妥妥的心机狗啊！可让二哈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的体验像是打开了大灰狼的任督二脉，自那以后他也不跟着二哈了，每天找到机会就会主动凑到小哥身边示好。曾经作为大草原顶级掠食者的他，如今却像个粘人的小妖精，时时刻刻都想要粘在小哥身边撒娇卖萌。一到晚上就会先二哈一步跳床上占据有利位置，甚至还无师自通学会了一套舞蹈，睡前会即兴来一段逗小哥开心，并且毫无畏惧的和老大哥二哈争起了宠。不久后，大灰狼就彻底占据了原本属于二哈的位置，二哈也想要重新夺回主人的宠爱，可狼弟弟就像二哈曾经对待他的那样，硬生生挡在小哥身前不让他靠近。被挤到一边的二哈独自生起了闷气，真是教会徒弟饿死了师傅啊！自此小哥的床上就多了2个毛茸茸的抱枕，不过每天睡觉时总被2双冒光的眼睛盯着，小哥难道真的不会感到害怕吗？这是一只连跳蚤都不敢靠近的绵羊，因为狮子老兄进去了3年都没能从里面走出来，工作人员一推子下去，直接画出了一道分界线。当人们找到他时，杂乱的毛发已经覆盖了他的全身，只能看到落魄不堪的脸颊和4条小短腿，可想而知流浪的生活简直糟糕透了。原来就在6年前，绵羊巴克为了躲避修剪羊毛，于是怀揣着梦想和对自由的向往，毅然决然选择了离家出走。错误的选择让他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怀揣着梦想的他被现实无情的打败。当年走的有多潇洒，
现在就有多么狼狈。没想到6年前曾引以为傲的毛发却成为了他的累赘，他如今甚至连剪头发的钱都支付不起。据说还是好心人从悬崖边发现并将他救了回来。正常情况下，绵羊1年需要修剪2到3次毛发，而巴克连续多年未剪的毛发已经结结实实粘合在一块，这也是他在野外至今没有被狼吃掉的原因。毕竟狼也不知道从哪里下嘴，就算是蚂蚁来了都得开导航。狮子看了更是直摇头表示嫌弃。此时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行走的棉被。为了巴克的健康着想，农场主决定帮他摆脱身上沉重的负担，但厚重的羊毛让他行动非常不便，还是2人合力才将他从车上拉下来。下车的时候因重心不稳直接摔倒在地，一旁的绵羊愣是看了半天都没认出是自己的同类，狗子们也纷纷凑上前好奇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家伙。巴克被盯得害羞地低下脑袋，脸上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桀骜与稚嫩，在外流浪的生活磨灭了他所有的气焰，厚重的羊毛压得他快要无法喘气，就连想看清前方的路都很艰难。不过幸运的是他终于回家了，随着农场主一推子下去，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。可日积月累的羊毛哪是这么容易好剪的？由于长时间没有打理，羊毛中不但掺杂了很多树枝和石头，有些地方的羊毛更是已经打结，让老主人推起来格外的吃力，推子都直接干飞掉好几个，只能先用剪刀将打结的地方一点点剪开，接着再用推子反复进行清理。整个修剪的过程中，他都没有一丝反抗，反而是安静地享受着整个过程。终于经过2个小时的辛苦工作，羊毛薅了一波又一波后，他成功摆脱了困扰6年之久的牢笼。女主人抱着成堆的羊毛显得格外吃力，称了一下居然足足有70多斤重，很难相信这么多年巴克是如何度过的。没有了羊毛的困扰，巴克走起路来都轻快了许多。主人担心绵羊光着身子会着凉感冒，因此特意为他定制了一件新衣服，随后将他带回到6年前生活的羊圈。熟悉的环境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，而是埋头狼吞虎咽开启了干饭模式。他不记得已经多久没有吃到如此香甜的甘草了。岁月在他的脸上写满了风霜，望着眼前陌生而又熟悉的家园，他不禁思考起6年前的选择是否正确。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广阔无垠，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。他忧郁的眼神里写满了故事，曾经青涩的脸庞，如今却布满世俗的沧桑。在无忧无虑的羊群中，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时光飞逝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只不过内心还有些许不甘，但他却早已不是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羊了。眼前这只小狐狸实在是太惨了，它竟同时被园区里10几只狐狸追着打，无论跑到哪都躲不了挨揍的命运。即使躲到角落瑟瑟发抖，不停喊着求饶，却仍被10几只狐狸围住，虎视眈眈地盯着。那么这只小狐狸究竟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，才会同时遭到同类们一致的针对呢？原来它们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动物耳廓狐，同时还是世界最可爱动物排名第1的萌物。然而他们求爱的方式却是相当的简单粗暴，追求同类的方式就是要把雌性给打得服服帖帖为止。每到春天到来，这里就会瞬间乱得像一锅粥，因为每一个雄性狐狸都在追着雌性打。这里雌性狐狸身上多多少少都要带点伤，最严重的甚至还会被揍到满脸血迹。难以想象这些长相呆萌可爱的小家伙竟然会有如此粗暴的求爱方式。而刚刚那只惨遭10几只狐狸同时殴打的小狐狸，就是这个园区里最漂亮的园花阿珍。然而在这里长得漂亮并非什么好事，阿珍就因为长得漂亮，同时被所有雄性狐狸看中，个个眼冒绿光，每天都盯着阿珍想娶过门做老婆，因此她一天至少要挨上10几顿毒打。最近可谓是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但阿珍不仅眼光极高，还特别的倔强，这么多雄性狐狸中，她愣是一只都没看上。但性格倔强并不代表着她不怕挨揍，为了不让其他公狐狸接近自己，她竟然打了个洞，把屁屁藏在了沙子里，可怜兮兮的朝着四周围的公狐狸们吼叫。要我说，随便找个老实憨厚的嫁了算了，每天被一群公狐狸排着队轮流揍，这就是铁人也扛不住多久啊！就连一旁的饲养员小哥都看不下去了，表示这姑娘怎么就那么犟呢？最后饲养员还是于心不忍，决定出手帮忙。接着只见小哥往园区里丢了一只蝎子，这可是耳廓狐们最喜爱的食物，因此也很快遭到了所有公狐狸们的争抢。而最终能抢到蝎子的必然是族群里最优秀的。很快其中一只叫阿强的公狐狸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同伴，将蝎子据为己有。然而阿强并没有一口将蝎子吃掉，而是叼着蝎子屁颠屁颠送给了园花阿珍。没想到一只狐狸居然有这么高的情商，还知道带着礼物去追求心爱的对象。阿珍在看到阿强诚意满满的份上，也终于准备给阿强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，随后毫不客气吃下了阿强精心准备的礼物。自那以后，他们俩的感情在一天天的急速升温，很快就黏在一起，卿卿我我，谈起了恋爱。每天就旁若无人的在园区里疯狂撒着狗粮，这可羡慕坏了没追求到女神的其他公狐狸们，只能气得疯狂扒拉着地面缓解不甘的情绪。最终单身狐们相互依偎在一起，独自流泪。很快阿珍和阿强就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，饲养员特意将怀孕的阿珍单独拎出来抚养。不久后，阿珍顺利产下了她和阿强的孩子，小宝宝们完美继承了妈妈的高颜值。刚出生没几天的小狐狸就可爱的不行，小年纪就已经透露出了爆表的颜值，小家伙被抱在手里还会朝你抛媚眼，
瞬间萌化了饲养员的芳心，让他爱不释手。怪不得人们都说狐狸能迷死人呢。这些可爱的小家伙，谁见了谁能不喜爱呢？不过他们的性格却和可爱的模样不成正比。明明还只是个小宝宝，就特别的淘气，对一切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，每天在屋里上蹿下跳，活泼的不行，好像有使不完的精力似的，一刻都停不下来。更是无师自通，熟练掌握了一身精湛的拆家本领，甚至小小年纪就要抱在一起互相撕咬，打得不可开交。呆萌可爱的外表下，没想到却有着一颗暴力的心，也难怪长大后会那么的争强好斗，就连追求对象都要使用暴力手段。不过淘气的小家伙在被饲养员抓到手心后，立即安静下来，老老实实，一副我最乖巧的模样，这让小姐姐一时间也狠不下心来惩罚他们。那么你喜欢这样一只高颜值的小可爱吗？